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将揭开如何透过佛教的智慧，解码内心强大的力量源泉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很多人都感到不安和迷茫，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但别担心，佛教教义告诉我们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波动，我们都能透过内在的修行，找到持久的平静与力量。那么，什么是内心的强大呢？它是面对生活中的困难、挑战和痛苦时，依然能保持冷静、理智和坚韧的状态。这种力量源于对自我的深刻理解和对生命本质的认识。建立强大的内心并不依赖于外在的物质、权力或名声，而是来自于内在的平静与智慧。佛教经典《金刚经》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启示，让我们逐步领悟如何处事以及应对人生的无常。今天的影片将带你深入这些智慧的领域，帮助你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力量。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旅程吧。《金刚经》全名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是佛教中大乘经典之一，主要流通版本是由后秦时期高僧鸠摩罗什翻译而成，内容以佛陀与其弟子须菩提之间的问答形式展开，探讨了空性和无我的深刻哲理。核心内容超越了一切宗教性，同时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。它教导我们如何断除烦恼，达到彼岸。所谓金刚，指的是坚不可摧，也无坚不摧的智慧。而般若波罗蜜意指通过智慧修行，最终抵达彼岸的解脱境界。金刚经强调无常、无我，让我们明白所有现象的空性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把《金刚经》的这些智慧融入现代生活，为你解析如何建立让内心无坚不摧的6大境界。第一境界，拥抱无常，顺应变化。《金刚经》教导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有为法是指一切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或事物，包括我们所经历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。这些现象都是由各种条件组合而成的，随因缘变化不断改变，并非永恒。所有依赖因缘而生的现象，都像梦一样虚幻。梦境中所经历的感受，在醒来后并不存在。同理，我们的日常经历也是暂时的、虚幻的。这些现象像水中的泡沫或影像一样，表面上看似存在，实际上是短暂且脆弱的，随时会消失。亦像露水在清晨凝结，但随太阳升起迅速蒸发，象征世间事物的短暂性。也如闪电虽然一瞬间照亮，但极为短暂，象征世间事物的瞬间变化。人们常常被这些假象所迷惑，无法辨别真伪，因此需要以智慧去观察和理解这些现象。生活中的变化和无常如同幻象，并不值得执着。所谓世界者，既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我们所看到的这斑斓多彩鲜活的世界，本质上是空性的，它没有任何实质独立的存在。但我们还是会被这世界所呈现的种种表现引发情绪。当我们认清这个事实，就能做到不助于外境，不成为外境的奴隶。世界者，既非世界，提醒我们不应该被固定的观念或经验所束缚。我们的认知有时会被固有的概念所遮蔽，但佛教教导我们需要超越这种固定观点，看到更大的现实。当我们打破这些心灵的束缚，就能拥有更加开放、包容的心胸，
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。内心的强大不来自于抗拒，而是来自于顺应无常。当我们接受事物的短暂和不可控，放下对结局的执着，便能解脱烦恼，内心得以平静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若我们能明白世界如梦幻般流逝，便能拥有如柳树般柔韧的心态，面对任何挑战都能适应自如。第二境界，看淡离合，接受缘起缘灭。如果我们懂得拥抱无常，顺应变化，就会以自若的心态看待世间的悲欢离合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条平行线，可能在某个时刻交汇，但终将各奔东西。有些人注定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。《金刚经》提到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让我们明白，世间的关系不过是短暂的缘起缘灭。我们不必执着于人与人之间的结局，而是应该珍惜每次相遇，感谢这段短暂的缘分。当我们放下对结局的期待，转而关注当下的互动时，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心灵自由，不再沉迷于过去的遗憾或未来的担忧。正是这种随缘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平静地面对人际关系的变迁，不因分离或失去而感到痛苦，从而达到内心的平和与稳定。第三境界，灭除仇恨，净化内心毒素。《金刚经》提到，菩萨应离一切相。这句话强调了修行者应当超越对自我和他人的执着，包括仇恨。通过理解一切法的空性，修行者可以放下对他人的怨恨与不满，明白烦恼的根源。仇恨是对过去的执着，是心的一种住相。执着在过去的伤害或不公中，无法自拔。仇恨不仅是内心的毒素，也是我们不能达到智慧彼岸的障碍。佛陀教导我们，要灭除这些内心的障碍，通过慈悲与宽恕来净化心灵，熄灭内心的仇恨之火。这种慈悲不仅是对他人的关怀，也是对自己内心痛苦的解救。毕竟，仇恨如同紧握的火炭，伤害的不是他人，而是自己。放下仇恨，就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从烦恼的束缚中解脱，才能真正达到心灵的自由与解脱。在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提到忍辱波罗蜜的重要性。通过忍耐和包容，他人对我们的伤害就不会成为我们内心的负担。忍辱不仅是对外在行为的接受，也是内心的一种修行。在过去的世事中，释迦牟尼佛曾是一个名为忍辱仙人的修行者。忍辱仙人虽然被歌利王割截身体，但心中毫无嗔恨心，甚至发愿成佛后，第一个就要来度他。这位歌利王就是后来的焦陈如尊者。故事中的忍辱仙人以其坚定的信念和宽广的胸怀展示了真正的力量，日后成就了他自己和歌利王。这种力量来源于内心的修行，而非外在的暴力。在修行中，如果我们能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达到无我的境界，以博大的心去包容天地，接纳万物，内心自然会变得宽广，不再被仇恨或任何负面情绪束缚，达到真正的心灵平和。第四境界，从容无惧，安住当下。《金刚经》中的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是佛教对于时间与心念的一种深刻见解，旨在让我们认识到时间的无常与心念的虚幻，从而帮助我们放下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执着，达到内心的解脱与强大。为何这三种心不可得呢？
过去的心已经过去了，无论是过去的记忆、情感，还是经历的成败，都已不再存在。对于过去，我们无论有多期待或后悔，它都无法再挽回。因此，我们不应该将心念停留在已经无法追溯的时间中。现在的心也一样不可得，因为当我们试图抓住当下的一瞬，它已经变为过去。现在是片刻即逝的流动状态，它并没有固定的实体。对当下的贪恋或害怕失去，也是一种错误的执着，因为现在也像流水一样，不停地变化，无法固定。当我们过度沉迷于现实中的快乐或困境时，这些感受也会不断变迁，不可能永远存在。未来的心尚未到来，它还是未知的。因此，对于未来的期盼或恐惧，同样是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基础上。我们无法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也无法控制未来的一切。执着于未来会让我们感到焦虑和不安，但这种心念本质上是对虚无的追求，因为未来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实体。往事不可追，未来不可知，现在也一直在变成过去。所以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活在每个当下。当我们不再被过去所困扰，内心就能变得更加自由，不再背负沉重的包袱。当我们理解现在心不可得，就不会过度执着于当下的顺境或逆境，也不会把头脑中想象的过去和未来当作现实。当然，活在当下不代表只顾眼前行乐，或者安于现状，不考虑未来，而是一心专注，不加批判地注意正在发生的一切好与不好的事情。即使面临挑战或困难，我们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，因为这些困难终将随时间流逝。内心强大的人懂得不被眼前的问题所左右，而是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，处理每一个变化。这种智慧不仅让我们能够应对人生中的挑战，更让我们拥有内心的真正自由与力量。第五境界，如如不动，定力如山。金刚经中提到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是佛教重要的教义之一。这四个相代表了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错误认知，是我们烦恼和痛苦的根源。如果能打破这四相，我们的内心就能变得强大、自由、无惧。我相指的是我们对自我的执着，认为有一个实体的、固定的我存在，这是对自我中心的错误认知。佛教教导我们，我其实是五蕴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合而成，无一独立存在的实体，都是无常的。因此，对我的坚固执着会导致痛苦、骄傲、恐惧和自私。人相指的是我们将其他人也视为独立存在的实体，并对人际关系中的他者产生固执。这种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对立、比较、争执等，这使人类不能相处，世界不能和平安定，让我们在关系中产生烦恼和痛苦。佛教认为，每个人都是缘起缘灭，无法单独存在，对他人的分别心也应该被放下。众生相指的是我们对整个生命体系的执着，认为世间所有生灵都是实有存在。佛教强调无我和缘起性空，所有众生的存在都是相互依存、变化不定的。因此，我们不应该执着众生的固定实体。寿者相指的是我们对时间、生命长短的执着。人们往往害怕死亡，追求长寿，害怕生命的终结，
这种对时间和寿命的眷恋，会让我们对未来产生恐惧、焦虑。放下这4项，能够大大增强我们的内在力量。原因如下： 1. 摆脱自我中心，扩大心胸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我相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时，心灵自然变得开阔。我们的焦虑、害怕失败、对个人利益的无止境追求会减少，能够更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迁与挑战。2. 减少人际纷争，增进和谐。不再执着人相意味着不再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评价，也不会在关系中产生过多的分别心。这能让我们在与他人相处时更加包容与宽厚，不会因为一时的误会或冲突而深陷怨恨或烦恼中。这样的心态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更加成熟，也更能应对外界的挑战。3. 超越有限生命观，获得内心平静。众生相和寿者相的放下，让我们认识到生命是无常的，世间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我们不必对生死、成败有过度的执着，我们就能够活得更洒脱，打破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这4种概念，身心就不会处于牵挂的状态，也不会患得患失。金刚经教导我们不取于相，如不动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勇气来自于不惧怕外界的评价和批评，内心的坚定才是最重要的。无论他人如何看待你，唯有你的内在信念，才是追求真理和智慧的根本动力。当我们真正做到无畏心行，勇敢追求自己心中的正法时，外界的干扰就变得微不足道，这是迈向智慧彼岸的重要一步。许多人的人生是为了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活，看到别人的脸色而喜怒哀乐，这就是没有看好自己的心。第6境界，守护自心，坚信本自具足。在《金刚经》中，善护念是指修行者要以正确的心念和意念来守护自己的内心，并保持觉知，防止烦恼和负面情绪的侵扰。这种护念不仅是对内心状态的保护，还是一种对外界事物的正确看法和态度。人生的境界都在烦恼之中，解脱了烦恼，空掉一念就成佛了。但在行为上，我们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念头，所以我们无需身外求法，法就在心中。要相信众生皆可成佛，众生之所以还不能成佛，就是还没找到自心。善护念强调对自身内心状态的关注与觉察。当我们学会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清明时，就能发现许多困扰我们的情绪和烦恼其实是外界事物的投射。善护念的实践使我们放下对外在事物的依赖，当我们不再寻求外界的满足时，便能专注于内心的成长和自我实现。要相信我们内在本自具足，向自己的内心去求，这才是真正的如来藏，这就是拿回本属于自己的力量。我们探讨了内心强大的6个境界，每一个境界都深深融入了《金刚经》的智慧。如果你能够掌握其中几个，那么你就已经走上了到达智慧彼岸的道路。愿你们能从这段视频中找到内心的平和与力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愿一切烦恼随风消散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回复一句“内心强大，人生开挂”，给自己祝福。感恩遇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